现在下班了。哎，干嘛？明轩。 我说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呀？刚刚和程瑶喝完酒，回到家里，我突然间好想你，就想过来看你。哼，你和程瑶喝酒居然不带着。 男人喝酒为什么要带你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没说。你说。你是一个大男子。 大男子主义。我很尊重女性。是吗？那为什么刚刚说喝酒，说是你们男人喝酒，女生就不可以喝酒吗？而且酒是专供男生的吗？明天我就去找陈奕去喝。你只能跟我一个男人喝酒。大男子主义加控制欲强。 这样一点都不可爱。再加口是心非。这里是公司啊。可是已经下班了呀。现在下班了。哎，干嘛？我说你刚刚跟陈阳说什么了？好事啊！什么好事啊？反正从你回来以后啊，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好事。那这么说的话，我是你的福星嘍？你呢，不只是我的福星，你对于我的生活还有工作，你永遠是我的動力。我說現在的上海天氣還有點涼啊。冷嗎？挺着。挺着？這樣會不會覺得很溫暖？那我們就不回家了，在這裡一直抱着你好不好？不回家不是更冷嗎？我抱着你就不冷了。還是有點冷的。你說本來是我要送你回家的，現在還是變成你送我回來了。送你回家剛好9月下班。哎，姐夫，姐，
哇，今天好冷啊！这种天气，我刚才路口还看到小情侣在那边亲亲抱抱，简直有毛病吧？说你呢？我说你怎么穿这么点儿出来了？我去买吃的。你不是要节食吗？我饿得都睡不着了。哎，姐，你平时不是老拉着我陪你吃夜宵，怎么今天提醒我节食了？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我先走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讨打？姐夫，其实您下次不用送他，他也能安全回来。为什么呀？哎，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胖。你不胖，你瘦了很多了。行了，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辛苦什么？拜拜。拜拜。晚安。姐夫慢走啊。拜拜。走了，回家。还看。你说错话了，人家亲爱怎么都不送你上去啊？哒哒哒。哎，等一下，你和姐夫进展很快嘛？我是不是都该准备包红包了？我还没问你呢，什么时候改口的？哎呀，这个不重要，我是担心你会被别人欺负。欺负？谁欺負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咱们家和唐总家的家世差距真的很大，怕你嫁过去受气。闭嘴！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哎呀，我认真的。你看，你和唐总现在这么恩爱，谈婚论嫁是迟早的事嘛。哎，我说你不是饿了吗？吃东西吧啊，这都给你。哎，姐啊，我是真的替你发愁啊。你愁什么呀？我担心你就这么沉迷于爱情了，等你真的和唐总修成正果，会不会就忘记你的理想和追求了？我和你不一样，我呢是要爱情、事业两手抓。你一手抓事业，一手抓爱情，拿什么和生活搏斗啊？哎，你不是总教我，做人啊不能太贪心，不能什么都想要。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哪是挺有，是非常有道理啊！我说你刚毕业的学生，在这装什么智慧老人啊？那你就说也没有道理吧？你呀，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我跟你才不一样呢，我要先做到事业有成，再去谈风花雪月。哦，这挺有自信的嘛，我看你能扛多久？我为什么要扛？我又没有女朋友。我说你想不明白呢，就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和孟静还要讨论一些设计上的问题。走开，走。不说了，那我睡觉去了，你早点睡啊。这段时间，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但是我想说，我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刚才我得到消息，我们的水色系列跟夏总监的丹霞系列一起进入了幻彩云园发布会的主秀，到时候会有很多国内国际的设计師跟一線媒體到場。哇！所以，我們不能懈怠，要再接再厲，圓滿完成這次任務。好。現在我們的設計部分已經基本完成，即將進入面料的製作和選材。東東，你去跟一下面料方面的工坊，多了解多溝通，跟老師傅說話要客氣，要尊重長輩。好。我負責製版，莫非負責跟刺繡，他擅長這方面。余夏，你跟着我。東東，你把具體的工作再跟大家交代一下。好。我們以後擼起袖子，加油幹！加油！
夏总监，我们3天前申请布料到今天还没有拿到，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再等等吧，最近面料紧缺，等面料到货了，自然会有人通知你的。可是我刚刚看到刘设计师的助理拿了跟我们一样的面料，为什么我们没有？因为他们是提前申请的。可据我所知，他们是昨天申请的。我是不是应该跟你汇报刘培每天的工作进度，才配得上你的特殊身份呢？我没有什么特殊身份，我希望的是可以公平对待。而且夏总监，您是设计总监，为什么总是跟一个设计師的臨時助理過不去呢？你什麼態度？對於您的所作所為，我沒辦法尊重您。你來明遠到底是什麼目的？我們心知肚明。我來明遠就是幫朋友完成設計。說得好聽，完成設計。你要是真的想做設計，何必來明遠做個設計師的臨時助理呢？只要跟明軒說幾句好話，他自然不會給你一個太低的職位。我已經和你說過了，我來明遠是幫陳陽完成水色的設計，和唐總一點關係都沒有。像你這樣的女人我見多了，仗着自己年輕貌美有才華，就變得貪得無厭。但是在我這裡，根本就是微不足道。既然真的這麼微不足道的話，那夏總監為什麼3番5次的想要把我從唐總身邊弄走？您不矛盾嗎？你根本就不知道明軒需要的是什麼，你也不知道他肩上背負着多大的重任，他跟你在一起完全就是浪費時間。我在這兒跟你理論，才是浪費我的時間。想嫁給明軒的人，從明遠已經排到黃浦江了。我勸你識相一點。沒想到夏總監覺得女人的志願就是結婚嫁人，還真是蠻幼稚的。你別在這兒跟我說什麼大道理，除非你發誓你沒有這種想法。我為什麼要跟你發誓啊？就算明天我就和唐總結婚了，那也是我的事情，跟你沒有任何關係。我不需要向任何人來交代這件事情。你們兩個不吃飯，在這兒聊什麼呢？我們在聊面料的事情呢。我現在就給採購部打電話，讓他們把面料準備好，給你送過去。我先走了。5分。對不起啊。嗯？為什麼要道歉？我剛剛有一些衝動，說的話可能會對你有一些不好的影響。夏總監太為難你。他自己也沒討到好，應該不算吧。那你明天有沒有打算嫁給我？什麼？我剛才看了一下日曆啊，明天是個好日子。啊？萬里無月。這樣，再過3天，週6呢，咱們雙方父母先見個面，然後週日去買套房子。下週3你確定一下賓客名單。下個月的這個時候，咱們來舉辦我們的婚禮。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婚禮你應該喜歡中式吧？我也喜歡。對了，婚紗是不是需要你自己來做？1個月的時間，會不會太倉促了？你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嗎？我剛剛說的只不過是氣話而已。可是我當真了怎麼辦？難得看到你說不出話的時候。你在騙我是不是？你就知道欺負我，我走了。我道歉還不行嗎？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现在就回法国。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就回去。我不要夹在你和夏总监之间受你们两个的气了。要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跟你说，你别来这一套。我刚刚跟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这是公司影响吧？万一被别人看到了，看到了又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大胆？走吧，带你去吃个饭。看你怎么表现吧。哼，看我怎么表现。你都不想嫁给我，吃什么饭啊？我饿了。你都那么胖了还吃啊？我哪里胖？走，吃饭去。赢了，哼，真的是从小到大一点长进都没有。哥，你就不能让我吗？那你自己下的臭棋，我怎么让你啊？那女孩子真的是。我们女孩还有谁啊？哇，这么晚了，你得赶紧休息了，我得早点走了啊。哎，哥，你可别转移话题啊！你是不是谈恋爱啦？谁跟你说我谈恋爱了？你自己呀。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哎，你这明显就是心虚了啊！是不是画像上那个女孩啊？你快跟我讲讲她啊！你明明有女朋友，为什么不带她来见我呀？她呀，她可能永遠都不會原諒我了吧？為什麼呀？她為什麼不肯原諒你了？沒什麼事兒，人家有男朋友了。你早點睡，啊，好好休息，別着涼了。走了啊。哎哥，我想喝橙汁。這大半夜了，喝什麼橙汁啊？我就想喝嘛。想一出是一出的。你去給我買去。行，乖乖等着我啊。嗯。你还记得他们跟你说芊芊住316还是 B318？我问一下，对不起啊，有一位方倩小姐是住在哪一间？是在318，在那一间。谢谢啊。爸爸，妈妈，你怎么来上海了？爸爸，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啊！之前你把妈给嚇死了，对不起，爸以為你沒了。對不起。你到底到哪去了？也不給家裡打個電話。媽媽，對不起，我去無國界組織當聯絡員了。我那個地方沒有通訊設備，不是故意要躲着你們的。你還沒告訴我您怎麼來上海了呢？爸一接到消息就飛過來了。你疼嗎？你坐，難受嗎？你坐。我問你告訴爸，你疼嗎？難不難受？我一點都不疼，你快坐。他們說你生病了啊？你哪裡不舒服啊？告訴爸。啊？沒有爸，我很好。有沒有好好照顧好自己的身體？你的血壓那麼高，哎，對。
告诉我啊，你哪里疼？我现在会量血压了吧？哎，你这么着急过来，血压一定很高。你别动。都说女儿是铁血小棉袄，倩倩自己生病了，可还惦念着你。放轻松，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你看，你又没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怎么答应我的？爸没事儿，是你，见到你就好了。对不起。啊，见到你就好，回来就好。红烧牛肉面、番茄炒汁，你确定不要别的了吗？没了。姐，再帮我拿包小薯片。给我回答呀！啊！你怎么来了？是不是着急想过来看看你啊？那我要去超市，要不我跟我一起？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顺这儿的，但如果一样的话就很奇怪。你喜欢就好。嗯。哎，你说你弟弟挺不懂事儿的，这么晚了让你一个人出来买东西。是因为今天轮我值班了。什么值班？我们家呢做家务都是值班制的，今天刚好轮到我。从小我妈就不会因为我是女生就多照顾我一些，也不会因为我弟比我小就对他多偏袒一些。你妈也挺明智的。你知道在我们家呀，就我表妹，就是因为她是个女的，年龄比我小，那在家里边，现在已经无法无天了。所以你从小也没有什么对他有任何的偏袒，对不对？所以她跟我关系没有那么好，反倒啊，她倒是挺喜欢方笑鱼的，因为她经常宠着她。我们不是说好不提他吗？我说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一眨眼假期就过去半了。你有没有确定什么时候回家？还没有。不过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失落呢？我为什么要失落啊？因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将来会经常去法国看你。真的吗？真的呀。收获有希望了。现在呢，前景还不错，因为米也已经同意了来上海看我们的幻彩云园的发布会。哇，太好了！哎，那这样我能帮上什么忙？身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呢，你要尽可能的发挥你的才华。但是作为我女朋友，你可以帮到我的地方，还真的挺多的。是什么忙？不懂啊？我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哦。你说我要不要做一期中华美食的主题设计，用小笼包子做婚纱？那多多肯定不会穿。不是，你想想啊，小笼包的婚纱穿在多多身上，是不是很有意思？是很有趣，只是你这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公。你们女人不懂直男的浪漫，是你们直男不懂女人的心。小笼包的。哎，我下午要去苏州了。你下午就去啊？那你记得确认设计稿，然后跟老师傅好好商量商量。
謝謝你哦。秀什么呀？刚要不是你，不就被淋湿了吗？嗯，是这个样子的。哎，你是要去苏州吗？是啊，去干嘛？我去工地看一下，顺便拜访一下你师傅。你呢？我也要去苏州找我师傅。我总觉得水色差那么一点点韵味，所以要去找师傅商量一下。当然了，有时间的话还可以顺便采风。那你现在觉得水色差了什么呀？我觉得差了一点吸引人眼球的东西，还有就是灵动感。所以说你想苏绣来代替？辛苦了，大周末的不能休息。不会。来，头发都湿了，我帮你擦干净。好的，知道了。出发。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啊？待不了多久，等假期结束我就该回去上課了。我看你都瘦了，是不是讀書讀得有點辛苦啊？師傅，我臉都胖了，圓了一圈了。你呀，瘦成什麼樣都嫌自己胖。法國人的西餐還吃得習慣嗎？我都自己做飯，師傅，你不會不知道嗎？我知道你能幹。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誰的徒弟。我的徒弟是喝完蜂蜜之後來的，我知道。師傅，你知道嗎？我在法國還用蘇繡出了一次風口了。是嗎？那些國外的設計師別提有多喜歡咱們中國各式各樣的刺繡了，喜歡得不得了。那是當然，咱們老祖宗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寶貝，當然不得了了。師傅，是這兩個顏色嗎？對，是這兩個。這裡要再補一針啊。給師傅倒茶。
師傅請喝茶。謝謝。我這次來呢，是想師傅給我參謀參謀，怎麼能將這麼好的東西更好的運用？還說是來看我的。哎呀，這還不是為了唐总的公司嗎？你也知道，我現在在他的公司做臨時助理，工作上總会還有那麼一點點的問題。什麼問題呀？說來聽聽。宋唐新一季的服裝主題呢，定為水色。我打算用蘇繡做幾個不一樣的掛飾來搭配服裝。我目前的想法是，整個服裝除了繫帶和配飾之外，都用的是素色。想不到从什麼地方着手，對不對啊？我找了很多圖案，那些花花草草，我覺得太俗氣了。12生肖也不合適，福禄壽又太老氣了。師傅，你覺得锦鲤怎麼樣啊？锦鲤可以呀。你們年輕人不都喜歡轉發锦鲤求好運嗎？這個主意不錯。可是锦鲤這個圖案雖然簡單，但是想要繡得活靈活現還是很難的。確實不容易。不過可以用克林針的針法，先按菱形的紋形闊度橫一針，然後再用短針在橫線上扎成三角形，再用左右对稱、距離相等的短扎針扣成菱形。鱼眼睛嘛，就用打紫的繡法，看起来会比较立体。配图用的水草就用接針吧，這樣既可以藏住針腳，還能隨意接長。師傅，你真是太厲害了，簡直就是一語點醒夢中人。這樣繡出來的魚鱗光澤度高，到最後一定可以反光。謝謝師傅，我一會兒就去試試。好啊，你一會兒去試試吧。哦，師傅，還有件事情要跟你說。說吧。唐總正在辦公室等您呢。唐总？怎麼不早說呀？我這不是想多跟您聊聊天嗎？快走吧。以後刺繡的事情，唐总打電話過來就好了。明遠的事兒，我是肯定會放在心裡的。我只是想過來看你一下，接下來的工作可能會越來越辛苦了。這不算什麼，能讓更多的年輕人看到並且喜歡這些東西，那就是有意義的事情。啊，夏總監發過來的第一批圖樣，我已經趕製出幾個繡片了。剛好您來了，可以看看效果怎麼樣？好啊。我才發現你今天穿的鞋子怎麼跟你一樣可愛呢？哎呀，師傅在呢。走了走了，看看效果怎麼樣？哇，真好看。我之前還擔心夏總監要求的流動感很難呈現呢。確實是費了很多心思。最後是在幾股同色線當中摻雜了淺色的線，這才達到現在的光感。還真是不錯呀，讓你費心了。您太客氣了，這就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接下來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您第一時間告訴我，我來解決。謝謝。怎麼又出汗了？師傅在呢。師傅是過來人，怕什麼呀？多不好意思呀。要不要再看一張啊？这个凉亭裡啊，我準備換幾張很舒服的椅子，新郎呢，他們工作累了，可以坐在那邊乘涼。還有啊，我打算在這裡建築3個展廳，其中一個呢是李師傅他個人的繡展，
還有一個放他之前一直珍藏的所有的苏绣精品，还有一个会作为你师傅的课堂。你觉得还有什么疏漏吗？我觉得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啊？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幸福？行吧。怎么那么不懂得满足啊？你又嘟我。谢谢你哦。谢我干嘛？哎，对了，采风怎么样？陪你去啊？你不是要来这监工吗？幻彩云烟本身就是公司很重要的项目，你又是设计人之一，所以陪你采风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而且我还得监督你。被你监督一定不是什么好事。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陪你逛了大半天，有没有什么灵感？你是不是想偷懒，跟我出来约会？哼，那是不是你陪我这么久也不说累？是不是想让我请你吃大闸蟹？那你请不起啊？看你表现呗。你需要我怎么表现啊？这个你要自己动动脑子哦。啊。灵感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有就有的。创作呢，就是一个不断突破自己的过程。只要在创作过程中呀，就没有绝对的满意。如果有，也只是一个时间点或者是时间段。那你觉得你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呀？水色这次用的是黑白两个极简的颜色作为主色，再用泼墨的手法让它们两个颜色水乳交融。可是我总觉得缺少一点韵味。我的直觉告訴我，可能問題出現在白色上。因為白色呢，它可以依附於任何的物質之上，比如輕盈的羽毛、皚皚的白雪、潤潤的白玉，它們給人的都是白的色覺。我記得有一個學者，他曾經認為啊，甲骨文和金文的白，就像是太陽，而銳其頂。劍甲蒼蒼，白露為霜。蒼蒼劍甲和凝結的白露，倒映出水中的景色。陽之水白石鑿鑿，激昂的河水一直拍打在水面上的石頭上，使石頭的顏色變得剔透。白色，光的顏色。是能量，是厚積薄發、滴水穿石的能量。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靈感。哇，我終於知道水色到底缺什麼了。行，我要把它記下來。哎，這怎麼謝人就這麼說說而已？那，請你吃大閘蟹。昨晚在家剛吃過。那你想怎麼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寫法？其他的？我想。我創作呢。唉。逛了這麼久，真的是累死了，連一點獎勵都沒有，傷心啊！
难过。干嘛？一点表示都没有。 还不够。人很多。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不是，里边抢救的人是叫方倩吗？对，我是他家属。病人正在抢救，你不能进去啊。我跟你说啊，当时我在网上搜了好几家，就这家还行。真厉害，我也觉得这家好。看什么呢？没事，快吃吧。嗯。 怎么那么久？哎呀，不是用，化化妆什么的。吃饭吧。嗯。今天有什么安排啊？我说你对苏州也很熟悉，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嗯。哎。 什么时候的事情？好，我现在马上赶过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一个突发情况，我现在必须要马上回趟上海。 干什么干什么？那里边抢救呢，你干什么来干什么？这些情况怎么样？抢救的没看出来啊！我问你，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别激动。进去多久了？刚进去一会儿。我们先到旁边等一下啊。不行，在这儿等着。我等唐明轩过来。我刚刚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马上过来。你让唐明轩过来干什么？ 懂什么懂啊！啊，是你了解倩倩，还是我了解倩倩？他现在不想见你，也不想见我，他最想见的就是唐明轩。你有考虑过我们两个感受吗？你让唐明轩来干什么？再伤害一次倩倩，是不是？是不是？你懂什么？局长怎么样？脱离危险了，但是这情况比预期差得很多。差很多是什么意思？方倩的病情发展了。 而且状况下降得非常快。今天的急救只是暂时稳定了病情。真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今天能够稳定病情已经很不错了。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倩倩还那么年轻。我要不我安排欧洲最好的医生。 来跟你们一起会诊，好不好？哦。
明轩哥，你是不是喜歡我呀？你是不是有點喜歡我？開什麼玩笑？不是，我說你這腦子裡邊一天到晚想的是什麼？怎麼了？一點都沒有嗎？如果說有一點的話，那也是哥哥對妹妹的喜歡。我先去洗手间。别人睡着了，要是醒了，别让他太激动。哦，知道了。好，谢谢。放手。哎，你来干什么？我不想看见你，现在走。我想看看倩倩。这是我们方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现在赶紧走。別鬧了。同學，我讓你進去啊。但是倩倩現在命在旦夕，我希望你進去之後，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做些什麼。我知道。不能讓他走了。现在什么都不要说。明轩，我一直在这里陪着你，要好好的养病。哇，好香呀！回来啦！啊，赶紧洗手吃飯。媽，我說你做什麼了呀？你猜，最愛吃的紅燒冬瓜。媽，你真好。莫凡說他晚上不回來了，所以今天晚上我們兩個人吃飯。嗯，還有一個湯，記得洗手啊。啊。
莫非？嗯。给谁打电话呢？吃饭。啊，我换个衣服就出去。嗯。多吃点冬瓜啊。嗯。怎么了？男朋友没有接你电话？闹别扭了？没有。那就是他忙呗，等他忙完了会给你回电话的。肯定就是特别忙。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他带回家，让妈妈认识认识啊？我到时候问问他，他确實挺忙的。妈，你快吃菜，都涼了，多吃點啊。打岔你最行啊！既然他工作那麼忙，是做什麼的呀？媽，我說你可不要像其他家長一樣，問他做什麼的，家裡有沒有兄弟姐妹，他父母現在什麼情況，家世怎麼樣。啊，真是女大不中留啊！我才問了你一句話，你呢10句等於我。好吧，那媽媽就只能相信他一定是個優秀的男人。你就這麼相信我的眼光啊？因為我女兒優秀啊，她才不會看上一個胸無大志、沒理想、沒抱負的男生。但是呢，對於這樣的男生來講，愛情可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啊。在他的生活裡面，永遠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排在你前面。你做好準備，一件件接受了嗎？還有啊，你不僅要接受他把工作當生活，還要接受他身邊紛繁複雜的人際關係哦。我可以的。他很愛你嗎？那你相信他嗎？信。OK， 你都已經決定了，好好享受它。啊？怎麼會這樣？真的？哦，行，我知道了。怎麼了？倩倩回來了。倩倩回來了，好啊。哎，那你剛才打電話的那個態度怎麼是那樣的？她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麼病？腦瘤。哎呀，這可是很嚴重的病啊。那既然她回來了，我們得去看看孩子去。我別去了吧？哎，不行，要去得一起去。孩子現在重的病，你怎麼能不去呢？我去不好，你去就行了，你代表我啊。你現在怎麼還講這樣的話？哎，對了，老夏上一次組織酒會的時候，來了一個美國的一個腦科專家，你還留了人家的電話號碼，你給他打一個，把他約過來，所有的費用我們來承擔。行，打電話沒問題，但是事情都過去了，沒準人家方家不領咱們的情。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們做的不對，我們去不去是我們的事情，領不領情是他們的事情。聽你的。哎，對。哎，你早上看到夏總監了嗎？沒有啊，怎麼了？踩了一雙那麼高的橫天高過來，像是要剁死誰似的。他要剁死誰啊？還能有誰？不就是莫非嗎？哎，莫非不是去蘇州嗎？聽說唐總也去了。真的？真的，沈佳熙親眼看到他們上了唐總的車，兩人一起去的，還說去採風，裝了一本正經的樣子，假公濟私。咱們夏總監啊，是遇到禁閉了。我還以為你也在蘇州多待2天呢。這不是做完功課就回來了嗎？哎呦，幾位啊？老闆，1位。哦，來這邊請。來，請坐。
稍等啊。小姑娘，还不吃啊？再不吃面就糊了。我再等等。等男朋友？嗯。哦，他最近是不是很忙啊？他很长时间都没过来了。前一段时间是过来一次，匆匆忙忙的吃了2口面就走了。要不是你来呀，我还以为我这手艺退步了呢。啊，不会不会，面很好吃。好，行，那就快吃吧，饿过头了对胃不好啊。好，谢谢您。说好陪我一起吃饭的，唉，又放我鸽子。小姑娘，你可千万不要生他气呀！现在年轻人不容易，工作忙，事情多，压力大呀。嗯，我们不生他气，我知道他工作忙，压力很大。那就好，那就好。行，快点吃吧啊！倩倩，明轩哥，你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今天感觉好多了。我那天是不是把你吓坏了吧？其实没那么严重。明轩哥，你快坐。明轩哥，你这几年过得好吗？我过得还挺好的。可是你突然之间失踪了，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你去哪儿了？一开始我是故意的，故意不想让你们找到我。可后来我是真的忙忘了。离开了自己的小世界之后，我发现外面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去关心，值得我去付出的。你应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倩倩，雪玲姐，明轩也在啊，快来。怎么样？今天好些没有？好多了。你们俩刚刚在聊什么呢？那么开心？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谢谢你今天能来看我，应该的。徐良。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倩倩她回来了？我也是刚知道不久，然后她就住院了。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訴我？我现在只要有空就会来陪陪她。你以后要是有空，也来多看看她吧。其实我看得出来，倩倩心里还是有你的。如果你这样不開心，她心裡也會不開心的。還有，笑宇他脾氣不好，現在方家一定很着急。如果有我能幫得上你的，就告訴我。莫非，辛苦你了，謝謝。啊，被你壓榨了這麼久，這聲謝謝我還擔當得起的。一點不客氣啊。還不讓我小小驕傲一下的。可以，今天允許你小驕傲一下。不過說實在的，沒有你的幫助，這次設計我不可能完成這麼順利。我們的水色系列是水光潋滟晴方好，設計裡的西施，美的絕無僅有。可是客觀的講，我覺得我們作品離絕世美人還差一點。差在哪兒啊？好像太過於完整了。完美不好啊。
你喜欢缺憾美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设计服装的时候，都希望服裝是可以完整的。可是真正的艺术其實都是有遺憾的，比如說斷臂的維也納，還有找不到真跡的蘭亭集。道理是這個道理，但是服裝設計是穿在人身上的藝術。你想，哪個消費者不希望自己身上的服裝是完美的？我們設計的是理念，展現的是態度。消費者購買我們的衣服，是向往我們設想的生活。好了，別講課了，趕快進去看看吧。我有個想法，我想在這個地方搭一個雙層的舞台，上面那層呢就裝成仙境的感覺，有各種櫥窗，模特呢到時候就可以站在櫥窗裡，搭一個雲梯，感覺就像是模特從仙境裡順着雲梯走下来，怎麼樣？莫非？啊？哦，我覺得很夢幻啊。但我覺得用音樂劇的形式來呈現會更好一點，畫面感和情境感加在一起，更能體現我們水色的意境。想法不錯，主題想好了嗎？鏡花水月，現實和夢境的一個對照。我們這次不是有4款主打的衣服嗎？就分別代表春夏秋冬，4季一個輪迴，剛好也可以代表人的一生。真棒！嚇死我了！怎麼那麼有想法？公眾場合你們倆能不能注意一點？吃飯了嗎？程陽，哎，你的那個方案挺好的，提升了水色的主体含義，但是想要呈現出來，會不會難度大了一些？確實，好像難度大了點兒。你看，取貨包的大衣呢？啊。那。好好工作啊，雪亮，咱們這邊看一下。行了，別看了，幹活。芊芊，你真的要放棄手術嗎？你這樣選擇太任性了。哥，你先別生氣，你聽我說。在我回來之前，我已經對自己的情況非常了解了。之前在救援組織的時候，我見過這樣的狀況也不止1次了，所以我很清楚我現在的情況。這場手術的風險有多大，手術後的預後康復率有多低，我都知道。你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我會給你找全世界最好的醫生，我會給你找全世界最好的醫療團隊，所以你的擔心根本就不存在。最好的醫生雖然能延長我生命的長度，可是我生命的質量呢，會直線下降。手術過程中一個極小的失誤，都會讓我失去聽覺、視覺，我會看不到你，聽不到你，我甚至感受不到你。我不允許有這樣的失誤發生，我更不允許有這樣的意外發生。芊芊，你應該相信你自己，你一定可以從手術台上下來的。就算手術成功了，可還有化療呢。你知道我最怕疼了，那個過程我挨不住的，哥。你真的要放棄嗎？我不想說這些了。今天天氣不錯，我們出去走走吧。哥哥，我現在已經很幸福了，能像現在這樣，我真的很滿足。对於其他的，我沒什麼別的奢求。亂說什麼呢？你想要什麼，哥哥都給你買。
你呀，配得上这世上所有的一切，要什么都不算奢求。哥，你幸福吗？你幸福，哥哥就幸福。我说的不是这个，有没有让你幸福的人啊？怎么突然问这个？我好奇呀，你跟我说说啊。祝你长命百岁，富足有余。没有。你害羞了，看来是有啊。他干什么呢？长得好不好看？这件衣服上身之后，肯定还要搭配一些珠宝，搭配上珠宝就完美了。如果现在要添加一些别的东西的话，就会太复杂，会失去衣服原本的美。你哥就这么肤浅吗？就不能喜欢才女，就必须是美女啊？原来是个大才女哦。我跟你说，你现在学坏了，开始套路你哥了。你就跟我说说嘛，哥。你看我天天待在医院这么无聊，我都快闷死了。呀，就喜欢胡思乱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再能给你哥幸福感了。所以啊，为了你哥的幸福，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让自己快点好起来，这样才能做更多的事情。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哥的幸福。嗯。请进。倩倩，唐叔叔，您来了。你好，你好，你好，早就该来看你了。怎么样？现在一点点好了吧？好多了。陆阿姨，倩倩，医院里面对你照顾的还好吧？他们把我照顾的挺好的。那我们就放心了。倩倩，生病的事情，明轩都跟我说了，啊，不要有负担。现在的医学科学很发达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唐叔叔，我不担心，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挺好的，而且明轩哥经常会来看我。那是他应该来的。哎呀，就是之前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唐叔叔说啊，倩倩，你的事情叔叔替你解决。嗯，谢谢唐叔叔。哎，谢谢陆阿姨。不客气。谢谢明轩哥。师傅，你小心哦。好的。莫菲姐，哎，你怎么没跟他们一起走啊？怎么还在这儿？我在这等莫凡呢，他又去帮别人搬东西去了。辛苦了，莫菲姐。我表哥最近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呢？没有啊，我最近都找不到他。那就奇怪了，那他在忙什么呢？他不是一直都很忙吗？不是，关键是我在家都找不到他。啊，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在忙很严重的事情。等他忙完了，他一定会来找你的。嗯，对，是这样的，没错。本来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可听你这么卖力的给他解释，我反倒觉得有什么事儿了。没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小心！哎呀，天哪！流血了，对不起。没事，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去医院吧，走。好。谢谢医生。莫菲姐是不是可疼了？我错了，都怪我。好了，一点也不疼。你看，只是一点点小伤口而已。医生，他这个头会不会留疤呀？千万不能留疤呀！不会的。再说这个位置，就算有疤，刘海一挡也看不见。但是
還是被砸得不輕啊。一会儿带他去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颅内的创傷。好，謝謝醫生。好，謝謝醫生。我幫我來做。跟我出来一趟。我不管是谁把你叫来的，我希望你现在立刻马上的从方健眼前消失。为什么呀？他现在见到你，只会想到曾经你给他带来的伤害和痛苦。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他受得了这些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妹都没事了，为什么你还在这个坎儿过不去呢？我承認當時拒絕婚約的事情是我不夠成熟，讓她心裡受到了傷害。但是我現在是想要彌補她。彌補？你怎麼彌補？她這幾年受的苦，你怎麼彌補？嗯？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她關懷，還有陪伴。早幹嘛了？現在說這些呢？這裡是醫院，小點聲啊。你現在在關心另一個女人的時候，你有想過莫非的感受嗎？莫非知道這一切嗎？不是你為什麼總會操心我跟莫非的事情呢？如果你真的喜歡莫非，我們倆可以公平競爭。 你已經傷害了我妹妹，我不想你再傷害莫非，就這麼簡單。她是我女朋友，你永遠處理不好這個分寸感。話我已經帶到了，自己看着辦。你現在在關心另一個女人的時候，你有想過莫非的感受嗎？你已經傷害了我妹妹，我不想你再傷害莫非，就這麼簡單。那天娛樂新聞，娛樂新聞那天就是我當主持人哎，你剛為什麼把我電話掛了？我現在在蘇州呢，這邊信號不好，一直都斷斷續續的。你為什麼突然間跑蘇州去了？那個，莫非啊？我有一個事兒，我想我現在應該跟你說明白。表哥，出事了，出事了，有急事。你瞅瞅你像一個女孩樣嗎？ 你沒看見我在打電話嗎？出事了，很急的事情，這事你得為我做主啊，不然我要愁死了，哥。你先出去，把門關上，我一會兒下來找你啊。哎，露珠，不知道什麼事兒，看你來很急，要不然我先過去看一下，等會兒上來打給你。啊，沒關係，沒關係，我今天也比較累了，想休息了。那就我們改天再說，沒關係的。啊，拜拜啊。
說这今年一天过的也真是苦逼了。找什么事儿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我跟莫凡打赌，看能不能把你从房间里叫出来。不是你无聊怎么那么无聊啊？啊？都怪他，是他出的主意。你就好好学啊。莫菲姐已经搞定了。哦，刚刚要不是你出现的话，你表哥要把我吓死了。我已经要被他吓死了。你没看到他刚才的表情，要吃人呢。谢谢你啊，不过我还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可以啊，什么事儿啊？我把钥匙交给你，你回去帮我拿点东西过来。不过你千万小心，千万别被莫凡发现了。知道。那我明天先去你那儿取钥匙，然后再去你家取东西，可以吧？